为什么有的家庭长辈一走就立刻家道中落，子孙为了财产对簿公堂，而有的家族却能百年兴旺，和睦贤达？秘密其实全在老人家临终前的那最后一口气里。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代人省吃俭用，帮孩子买房付头期款，总以为把银行存折里的数字留给下一代就是最好的照顾，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心里那些没有放下的恩怨和情债，才是带给家族最毒的业障。很多老人走的时候带着极大的恐惧和执念，这股怨气如果化解不开，你留下再多的金山银山，对子孙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今天我们将透过一段真实的跨时空因果故事，深入探讨怎么把带不走的物质财富转化为庇荫子孙最牢靠的护身符。在内容的最后，我还会教你3个今天晚上就能立刻实践的微小行动，帮助你卸下负能量，带着清净的心重获身心安泰。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有年轻人听到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在宣扬迷信？我先把话讲在前面，这根本不是什么迷信，这是中华文化里最高深的智慧，这里面藏着因果，藏着天道，它更是现代科学正在拼命追赶的生命能量学。如果你听不懂看不透，等到事情真正落到自己头上，或者落到家里长辈头上的时候，你就是有再多的钱，认识再大的官，你也买不到后悔药，到时候全家哭都来不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8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栋富贵人家的老宅里，那张怎么都合不上的嘴，到底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我们常说，世界上最难开的锁，不是瑞士银行里几道密码的保险箱，而是人心底那把生了锈、沾了血的锁。张家的大儿子张明远手里紧紧攥着那把长满绿锈的黄铜钥匙，手抖得像是在寒风中拉着重车的苦力。他站在老父亲书房的最深处，面前是那个生前绝对不准任何人靠近的铁皮柜。这个柜子在张家就像是一个无形的黑洞，吸走了所有的阳光和欢笑。张明远深吸了一口冷气，咔啦一声沉闷的脆响，几十年的封印被强行打开了，伴随着一股刺鼻的霉味。里面没有家人们暗自揣测的金银财宝，也没有能换几栋豪宅的房地产权状。那个空荡荡的铁皮柜里，孤零零地躺着几个泛黄发脆的牛皮纸袋。张明远颤抖着手解开了第一个纸袋上缠绕的白线，里面滑落出一叠旧信件，信封上的邮票早就模糊不清了，还有一张边角已经残破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个穿着粗布碎花衣裳的年轻女人，她的眼神里透着一种卑微却又倔强的期盼。她的怀里紧紧抱着一个还在襁褓中正张着嘴大哭的婴儿。背后的背景是南部乡下破败的土沟，在这叠照片下面压着一本皮面都快掉光的旧日记。翻开第一页，映入眼帘的是老父亲那熟悉的练了半辈子颜体、刚劲有力的毛笔字，只是这一次字迹有些凌乱，甚至能看出墨迹被泪水晕染开的痕迹。我这一生为了前途，为了长官眼中的体面，为了能有立足之地，我狠心抛下了乡下的惠芳母子。几十年了，我白天是个严父，半夜却是个懦夫。若有来生，愿我有勇气把这几十年咽在喉咙里的亏欠大声说出口。这白纸黑字就像是一把尖刀，直直地插进了张明远的心脏。这就是真相。原来这位在亲友眼中刚正不阿、威严了一辈子，甚至常常教导子女要养不愧于天，俯不说于人的模范父亲，
在年轻的时候做出了如此自私、如此残忍的决定。他为了爬上高位，为了迎娶后来门当户对的妻子，硬生生地斩断了血脉，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和那个痴情的女人永远地丢在了那个贫穷的村落里。这几十年来，他戴着一张完美的面具，把这个腐烂的秘密死死地压在心底的最深处。很多人以为，秘密只要我不说，你不说，把门关紧，把日记锁好，就天下太平了。但是各位，老天爷的账本从来不是记在纸上的，它是清清楚楚、一笔一画地刻在你的细胞里，记在你的身体里的。佛法里面讲贪、干、吃，老父亲当年贪图名利与荣华富贵，这叫贪。他看不透因果轮回的铁律，以为权势可以掩盖一切，这叫吃。他这大半辈子表面上风光无限，但他的内心是一个什么状态？是地狱。他每天最怕的是什么？怕半夜的敲门声，怕乡下寄来的匿名信，怕秘密曝光后上司的冷眼，妻子的崩溃，儿女的鄙夷，更怕他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名声瞬间扫地。我们老祖宗的《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恐伤肾。肾是我们先天之本，是藏精气的地方。这种长年累月、日夜折磨的恐惧，这种无法对任何人诉说的极度愧疚，就像是一滴滴慢性的毒药，直接伤透、掏空了他的肾气。大家去查一下中医的经络图就会知道，足少阴肾经的脉络，从足底涌泉穴一路往上走，穿过五脏六腑，最后是夹着舌根通到我们的喉咙的。老父亲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还有一口阳气撑着，他还能用意志力和世俗的伪装去强压着这股暗流，但他这口阳气一断，肉身的防御机制彻底崩塌，这股在体内发酵、积压了几十年的阴寒、郁结之气，就顺着已经彻底枯竭的肾经，像火山爆发一样疯狂往上冲，直接死死地卡在下颚骨和舌根。那是他灵魂被业力反噬的最后挣扎。在那个幽暗的灵堂里，他其实是想认错的，他想声嘶力竭地喊一句：我对不起你们母子。但是他的肉身已经报废，他再也喊不出来了。那股气就变成了一种向下的极其强横的拉扯力。这哪里只是法医诊断书上冷冰冰的肌肉异常僵硬，这是业力，是宇宙间最真实、最不讲人情世故的物理学啊！为了让大家更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来看另一个完全相反的真实故事。我有位认识多年的老友，是一位在商场上呼风唤雨的企业大老板。他早年也是白手起家，从摆地摊开始，后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他年轻时应酬多，在一场意乱情迷中，也犯了和张老先生一模一样的错，在外面留下了一笔不敢带回家的情债。直到几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老板突然在董事会上晕倒，被医生确诊为极度凶险的绝症，躺在医院惨白的病床上，看着身上插满的管子，他每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在那个万籁俱寂的深夜，他终于看透了。他意识到自己哪怕拥有几百亿的身价，哪怕明天就能买下一座岛，也买不通阎罗王手里的那本生死簿。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也极度勇敢的决定。他让秘书把结发30年的妻子，还有几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全都叫到加护病房。当着所有人的面，这位平时高高在上，连低头捡支笔都不愿意的董事长，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他流着眼泪，把自己当年犯下的荒唐事，那个一直被他用金钱秘密打发、流落在外的骨肉，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他拔掉手背上的点滴，
不顾家人的阻拦，硬是挣扎着下了床，双膝跪在太太的面前。他放下了一辈子最看重自尊和面子，低着头说：“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清了，但我求你，让我把那个无辜的孩子找回来，让我干干净净，没有隐瞒的走。”各位，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有多震撼。他的太太一开始是愤怒、崩溃，甚至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但看着一个将死之人那种拨开灵魂、鲜血淋漓的真心忏悔，看着他因为放下面子而瞬间变得轻松的眼神，太太最终在痛哭中选择了承担与原谅。当那个未曾谋面、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被带到病床前，颤抖着喊了一声“爸爸”的时候，这位老板原本紧绷的脸庞瞬间松弛了下来，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憋了10几年的浊气。仅仅过了3天，他走得非常平静，没有痛苦的痉挛，没有绝望的挣扎，面容安详的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淡淡的释然。他的肾气到生命最后的1秒钟都是通畅的，因为他的心里再也没有需要隐藏的阴暗角落，再也没有恐惧了。这就是佛法里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这个屠刀不是真的在菜市场拿来杀猪宰羊的刀，而是你心里那个为了保护虚荣，为了维系面子，为了不肯认错而不断向内伤害自己，向外伤害别人的我执。只要你愿意把这把刀放下，愿意向内坦诚，愿意面对自己最丑陋的过去，那个锁死你咽喉、折磨你灵魂的枷锁，在刹那间就会灰飞烟灭。坦诚永远是这个世界上化解业障最便宜也最强大的解药。如果说铁皮柜里的第一份情债伤的是先天之本的肾气，那么张明远即将发现的第2个秘密，伤的就是一个人立足于天地的命脉了。张明远颤抖的手摸向了铁皮柜的最底层，那里静静地躺着第2个牛皮纸袋。这个袋子明明只有几张纸的厚度，但当张明远把它拿在手里的时候，却感觉比1000块还要沉重100倍，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袋子的封口处夹着一张发黄发脆的便条纸，上面老父亲的笔记比日记本里更加潦草，更加用力，甚至划破了纸背。此生最大的恨与悔，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张明远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抽出里面的文件。那是一份泛黄的，边角有着明显被火烧过一半，又被荒芒扑灭痕迹的政治档案草稿。透过字里行间那股浓烈的硝烟味和绝望感，一段尘封了几十年、沾满鲜血的往事，血淋淋地展现在张家儿女的面前。那是多年前的一场前线军事演习，那时的老父亲还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在部队里，他有一个姓李的同乡战友，2人是睡同一个通铺，吃同一个钢盔里的饭，在战场上互相替对方挡过子弹的生死之交。在一次夜间突袭演习中，上层指挥系统因为贪功冒进，下达了极其荒谬的错误指令，导致前方部队踩入雷区，发生了极其惨烈的人为伤亡事故。李伯伯在那场意外中被炸得粉身碎骨。事故发生后，上面为了掩盖丑闻，保全那些带着匠心的长官们的仕途，非要在基层的幸存者中找一个死无对证的替罪羔羊。宪兵队的人在一个深夜把老父亲带进了一间只有一盏强光灯的审讯室。老父亲面临了他人性中最黑暗也最残酷的终极考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路。第一条路是站出来指认长官的失职，说出那晚真实的无线电对讲机指令，
但这等同于对抗整个体制。他不仅会被拔掉军衔，甚至可能面临莫须有的叛国罪名，在黑牢里度过余生。第二条路就是保持沉默，甚至顺水推舟，在做好的伪证上签个字，让已经尸骨无存的生死兄弟李伯伯背下擅自行动导致全军覆没的千古黑锅。为了保住自己好不容易爬上的位置，为了免受牢狱之灾，为了后来能建立那个体面、受人尊敬的家庭，老父亲在那张桌子前咬碎了牙齿，流着眼泪，拿起了那支笔，选择了他这辈子最卑鄙、最懦弱的沉默。他在那份被烧了一半的草稿里，用几乎是泣血的语气写道：我为了这身军装，为了这副苟延残喘的皮囊，竟眼睁睁看着他含冤入土。我甚至不敢去看他孤儿寡母的眼睛，我看着他们一家被赶出眷村，背着罪人的骂名，几十年受尽世人冷眼与唾骂，而我却拿着丰厚的俸禄，受人敬仰。我不是人，我是披着人皮的鬼啊！各位朋友，看到这里，你的心底是不是也感到一阵发凉？你觉得这只是一次在极端环境下的自私自保吗？不，这是一笔沉甸甸的、血淋淋的命债。这笔债直接锁死他胸中那口用来维系生命的正气。在咱们古老五行的学问里，肺是属金的。在做人的德行里，金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义气，是金戈铁马的刚正不阿，是君子坦荡荡的光明磊落。当一个人为了私利，背信弃义，出卖了曾把命交给自己的兄弟，做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亏心事，他身体里的那个金就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他生锈了，他彻底腐烂了。肺主气，是全身气体交换、呼吸进出的门户。张老先生心里的这个结太硬了，太痛了，这种极度的内疚，对长官的暗恨，对自己懦弱的鄙夷，全部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股庞大无比的负能量。这股阴毒的气息把他的肺经给死死地锁住了。这就好比农村里生火做饭用的那个旧风箱，正常人走的时候是风箱合上，气自然就排空了，走得平平静静。而老父亲的情况是那个风箱坏了，中间卡了一根生锈的铁棍，不上不下，他的肺气根本降不下去。既然下面的气降不下去，上面呼吸的门户，也就是他的嘴巴，又怎么可能关得上？那是他在用肉身最后一点残存的能量，在用他那不肯咽下去的灵魂，对着茫茫虚空声嘶力竭地哭喊。我还没有说出真相，我还没还他一个公道啊！为了让大家深刻体会心念如何改变命运，我们来对比另外一个现代社会的真实案例。我认识一位在公家机关当了30年科员的基层公务员，他为人老实本分，一辈子兢兢业业，但在退休前1年，因为涉及土地开发弊案，他被直属的局长强行威逼，甚至拿他家人的工作做筹码，逼他扛下了一个重大的行政疏忽，导致他不仅失去了大半的退休金，还差点面临官司。他带着满腹的冤屈和滔天的恨意回了家，他心里的那个恨啊，就像毒蛇一样每天咬着他的心。他每天在客厅里痛骂老天不公，大骂局长不得好死。结果呢，短短不到半年，他整个人迅速消瘦，开始严重咳血、胸闷，最后连路都走不了，被医院送进了加护病房，插上了氧气管。医生说是非常晚期的肺部病变。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含恨而终的时候，一位修行的师傅去病房探望了他。师傅看着他发黑的印堂，轻轻叹了口气，对他说了一句让他如遭雷击的话：
别人造了恶业，那是别人的因果，但你现在是用别人的过错，在自己的心里熬制毒药，每天逼自己一口一口地喝下去。你这不是在帮那个坏人扛业障吗？这句话就像是一把巨大的铁锤，直接砸碎了他心里的执迷。这位先生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他恍然大悟，从那天起，他不再骂人了。他开始每天在心里念佛，学习转念。他告诉自己，这笔钱就算是我前世欠他的，今天我还清了。他造的恶，自有天道去收拾，我不再用我的生命陪葬了。他硬生生地把那个扎根在心肺里的恨字连根拔起。他选择在心里原谅了那个陷害他的长官，彻底放下了这段恩怨。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他内心不再充满怨恨和对抗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呼吸越来越顺畅，肺部的阴影竟然在随后的检查中奇迹般的缩小。几年过去了，那个当年差点死在病床上的老人，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每天笑呵呵地在社区公园里做环保志工，不仅肺病没有复发，反而脸色红润，福寿双全。各位，这就是佛法里讲的嗔与怨的破坏力，以及慈悲与宽恕的治愈力。你违背良心，或者死死咬住别人的过错不放，就会让你的气血淤堵在五脏六腑，让你死不瞑目。而当你学会宽恕，选择放下，你其实不是放过了别人，而是给了自己灵魂一条生路，给了肉身一次重生的机会。张老先生就是卡在那个幽深的怨恨与无法弥补的愧疚里，自己把自己困成了无期徒刑，才落得嘴巴大张，死不瞑目的悲惨境地。那么接下来，看着这一切的张家子孙，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替父亲解开这个纠缠了几十年的血色死结呢？各位朋友，我们前面花了很多篇幅，深刻剖析了情债的纠葛和血债的沉重。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现代人最放不下的一个东西，也是在这个物质社会里最容易让人深陷泥沼，产生巨大业障的东西，那就是钱财。为了讲透这个道理，我先给大家讲一段发生在清朝末年，被记录在古籍里的真实历史公案。清代有个富甲一方的盐商，家里良田万顷，银锭如山，为人却极度刻薄吝啬，仆人只能吃馊饭，连他自己病了都舍不得花钱请大夫抓药。到了晚年，盐商突发疾病，奄奄一息，却死活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当时场景非常诡异，他脸色惨白，双眼瞪得像铜铃，眼珠几乎突出眼眶。最可怕的是，他双手死死抓着一把沉甸甸的纯金算盘，那是他算计一辈子的法宝。他用力过度骨节泛白，几个成年壮汉儿子上前，怎么都掰不开那双枯瘦的手。家人以为中了邪，赶紧背后里请来城外得道高僧。高僧走进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房间，静静看着垂死挣扎的盐商，双手合十叹气道：阿弥陀佛，施主，你这把金算盘里每一颗珠子都滴着孤儿寡母的血泪啊！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黑白无常，而是你欠下的命债。原来盐商早年发迹并非靠光明正大的手段，他曾有个生死结拜兄弟，兄弟临终前将所有田产和救命现银托付给他，求他代为照顾妻儿。结果兄弟刚走，盐商便流着假眼泪，背地里用伪造契约、勾结官府的阴险手段，硬生生将兄弟留给妻儿的钱财全部据为己有。这笔血债最终成了他死不瞑目的业障。他靠着这笔不义之财，钱滚钱成了地方首富。而那位兄弟的遗孀，
带着几个孩子在寒冬腊月被赶出家门，最后活活饿死在破庙里。高僧看着一旁吓得发抖的盐商大儿子，厉声说道：“你父亲现在是业障现前，阴曹地府的债主已在索命，若不把这笔沾满人命的黑心钱散出去补足德行，他就算埋进黄土也闭不上眼。更可怕的是，这股怨气会留在你们家，家族3代之内必出败家子，绝无安宁之日。”大儿子吓得魂飞魄散，当场扑通跪在病床前，指天发誓：“只要能让父亲安息，免受地狱之苦，我承诺立刻变卖一半家产，开设粥厂，修桥铺路，去救济穷苦百姓，替父亲把债还上。”各位，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儿子的誓言刚落，在床上挣扎3天3夜，死不瞑目的盐商，眼角突然流下一滴浑浊的眼泪。那双死抓着金算盘、壮汉都掰不开的手，瞬间失去力气，颓然松开，沉重的金算盘哐当落地，他的双眼也终于缓缓合上。我们把时间的镜头拉回现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白手起家的科技业企业董事长，他从小在贫民窟长大，靠着过人的胆识和几十年的拼搏，在国际上建立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商业帝国，累积了数百亿的惊人财富。但是就在他身体还算硬朗，临终前的前几年，他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做出了一个让外界哗然、让很多同行无法理解的惊人决定。他宣布成立一个大型的公益基金会，并且在律师的见证下，把名下80%的财产、股票，甚至不动产，全都无条件捐了出去，用于偏乡教育和罕见疾病的医疗研究。他只留了一小部分，足够保障基本生活的费用，给自己的子女。在一次内部的闭门会议上，有跟着他打天下的老股东忍不住问他：“董事长，您拼了一辈子，这都是您用命换来的血汗钱，您为什么不把钱都留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舒舒服服地过几辈子呢？”这位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董事长端起茶杯，笑得非常平和。他说了一段充满大智慧的话：“你们只看到了钱能买来享受，却没有看到留下过多的钱财，对于没有经历过创业磨难的孩子来说，就是留下无尽的贪念。古人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我不把带着欲望的业障留给子孙，我要把这些财富散到社会上，变成清清白白的福报，这才是庇荫子孙最牢靠的护身符。”几年之后，这位董事长在一个平静的午后，坐在院子的摇椅上，看着夕阳，面带微笑，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他走的时候，没有插满管子的折磨，没有一丝对死亡的恐惧与对财产的牵挂，而更让人赞叹的是，他的子孙没有因为争夺遗产而反目成仇，反而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己的能力闪闪发光，家族极其和睦。各位朋友，这2个跨越了100年的故事，其实都在印证佛学里最根本，也最常被我们忽略的一句话：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什么是业？我们常常觉得这是一个很迷信的词，其实业就是你做过的事，你动过的每一个念头，你在别人心里种下的因。我们现在很多中老年人辛辛苦苦一辈子，每天省吃俭用，把钱死死地扣在银行的存折里，看着那个数字不断往上涨，心里才有一点安全感。但你忘了，你只知道在银行里存钱，却忘了在老天爷的那个无形的账本里存德。你以为你抠抠搜搜留下来的是金山银山，其实你留下的很可能是让兄弟干强，让子孙为了几万块钱
就在法庭上自相残杀的毒药。那位清朝的盐商到死都死死抓着金算盘，那是他的贪欲在跟宇宙的因果规律做无谓的对抗。而现代的这位董事长懂得主动把财富散出去，懂得布施，他其实是把带不走的物质财富转化成了灵魂通往极乐世界的通行证。世间的财富、名利，甚至这副皮囊，都只是老天爷暂时借给我们体验人生的道具。当这场戏落幕，当你走的时候，你连一根头发、一张钞票都带不走。在这个宇宙中，唯一能穿透生死界限，跟着你走到下一段旅程的，只有你灵魂的纯洁，以及你这辈子修来的那份安详。老父亲咽气时留下的这份可怕的业障，这个让整个家族笼罩在阴影里的死结，到底该由谁来解开？该由谁来还？当张明远把那份被烧了一半的证词草稿和那本沾满泪水的日记本摊在书房的桌子上时，张家这几个平时在社交圈里养尊处优，出门都有司机接送的儿女，足足半天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偌大的书房里，安静的只能听见墙上古董钟表滴答滴答的沉重声音，那空气凝重的简直就像是灌满了铅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太艰难，太痛苦了。要解开这个结，不仅意味着他们要拿出大笔的金钱去寻找当事人，去赔罪，去尽力弥补那份吃了几十年的补偿。最致命、最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他们必须要把老父亲这一辈子辛辛苦苦用谎言和冷酷建立起来的那座金光闪闪的道德牌坊亲手推倒，当着全社会的面砸个粉碎。这就等于向世人宣告，我们张家不是什么书香门第，我们的根是建立在抛妻弃子和出卖兄弟的卑鄙手段上的。一直把名声看得比命还重的三儿子张明亮，终于承受不住这种心理的撕裂，他猛地站起来，红着眼睛，像一头发疯的狮子一样崩溃地大喊：大哥，这事绝对不能做，那些日记和文件马上拿去烧掉，传出去我们张家还要不要做人？我下个月还要竞选商会的理事，大姐的女儿马上就要嫁给王家了，如果让别人知道爸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我们以后还怎么在社会上抬头挺胸？书房里再次陷入死寂，大姐在一旁捂着脸，隐隐地抽泣着。这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儿子张明远缓缓地站了起来，他的脸色苍白，但眼神却冷得像一块千年的寒冰。他直直地盯着平时最宠爱的三弟，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面子、名声、明亮，你现在立刻跟我下楼，去看看灵堂里老爸那张因为极度痛苦而死不闭合的嘴，你去看看他那僵硬的像石头一样的下巴。你以为我们瞒着因果就不存在了吗？张明远的声音开始颤抖，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你现在是要保全他那张虚伪到死，把他自己折磨进地狱的面子，还是要保全他灵魂真正的解脱？我们要是不把这笔债还清，这股怨气就会永远盘旋在张家。如果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连替父亲认错这点承担的骨气都没有，只想贪图虚名，那我们张家的福报到我们这一代就彻底断了，死绝了。张明远的话像洪钟一样敲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于是张家兄妹在痛苦的挣扎后，终于选择放下了所有的虚荣与社会包袱。大哥张明远推掉了所有的商务会议，连夜亲自开车，按照日记里模糊的线索，一路颠簸跑到了南部最偏僻的乡下。几经周折，他终于在一家环境简陋、弥漫着消毒水味的乡村安养院里
找到了当年被父亲无情抛弃的慧芳阿姨。当张明远走进那个昏暗的房间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满头白发、背脊因为常年劳作而严重弯曲，坐在轮椅上呆呆望着窗外的干瘪老人。这就是那个曾经在月台上哭着追赶火车的年轻女子。张明远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捏住了一样酸楚，他没有寒暄，没有找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去辩解。他走到轮椅前，扑通一声，双膝重重地跪在了那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他不管地上的灰尘弄脏了名贵的西装，他一边在地上用力地磕头，一边眼泪止不住地流。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张德福的大儿子，我爸走了，但他走得非常不安心，他受着业火的煎熬，他让我来给您，还有大哥，认错磕头了。就在这一刻，一段超越了现代科学能够解释，跨越了数百公里物理时空的生命奇迹发生了。一直木然的慧芳老人听到那个名字，浑浊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微微颤抖着。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张明远以为他永远不会原谅。最后，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把这60年的委屈、等待和心酸全部吐了出来。他用沙哑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冤家。既然他到了地府，最终还是认了这笔账，那我也放下了，我不恨了。请各位注意，我不恨了这4个字刚刚从这位老人的嘴里说出口的同一秒钟，远在200多公里外，那栋阴气沉沉的别墅灵堂里，正守在棺木旁的法师和殡葬师傅亲眼目睹了让人毛骨悚然却又无比神圣的一幕。张老先生遗体的下颚骨突然发出了一记极其轻微的咔的声响，紧接着那股原本僵硬无比、带着极其强悍的对抗力量，连医疗级强力胶布都封不住的无形阻力，就像是瞬间被抽空了一样，彻底消失了。老父亲那张开了3天3夜、死不瞑目的嘴巴，奇迹般的缓缓地合上了。整个灵堂里那种压抑到让人窒息的阴冷磁场，瞬间化为一阵清风，消散得无影无踪。这在佛法里到底叫什么？这叫天人感应，这叫量子层面的磁场共振。佛法说，万物非一非异，无二无别。慧芳阿姨心里的恨和老父亲心里的愧，就是一根线的两端，是纠结在一起的最死最硬的业力之结。张明远作为血脉的延续，他的这一跪，他的真诚，他的放下身段与担当，就是天地之间最纯正的阳气。这股阳气直接融化了恨意，切断了因果的恶性循环，瞬间冲散了老父亲喉咙里那股阴冷的机遇。为了让大家明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智慧，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完全相反的现代真实故事。在南部，同样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望族，家里的老太爷过世时，同样在遗嘱的保险箱里留下了当年曾经恶意侵吞合伙人巨额财产的铁证烂账。子孙们在整理遗物时，清清楚楚地发现了这个真相。但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面对几十亿的庞大遗产，面对家族在地方上呼风唤雨的面子，这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关起门来商量后，决定一把火把证据烧毁。他们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拿出1分钱去补偿，更别说去向当年被害得家破人亡的合伙人后代低头道歉了。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很聪明，保住了财富和颜面，结果呢？短短不到3年，这个原本风光无限的家族就像是中了诅咒一样，因为分赃不均，几个兄弟姐妹在法院里互相提告，把丑事全抖了出来。家族企业
因为无休止的内部诉讼和丑闻，直接宣告破产。更可怕的是，其中2个主导销毁证据的儿子接连突发恶疾，一个中风偏瘫，一个查出末期癌症。原本的百年望族瞬间家道中落，树倒猢狲散。各位朋友，这就是因果极其恐怖的真实重量。我们常说死者为大，但世界上最好的防腐剂绝对不是殡仪馆里那些刺鼻的福尔马林药水，而是灵魂真正的安详与无愧。长辈留下的业障，其实是老天给子孙的一场大考。如果子孙为了贪婪和面子选择掩盖，那就是亲手把剧毒咽进家族的血脉里，等着毒发身亡。但如果子孙有大智慧，愿意放下虚无的身段，代替先人去真实的忏悔，去弥补，那就是在危崖边勒马，是为整个家族积累改命换运的无量福报。听完了前面的故事，你可能会觉得心情有些沉重，你可能会想，我这辈子也做错过事，也对不起过别人，或者心里也积压了好多委屈，那我该怎么办？我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带着这些业障？大家不要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我们不需要立刻去深山里剃度出家，真正的修行其实就在我们每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里面。为了不让我们的心里积压那些可怕的怨气和愧疚，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看完内容立刻就能实践的微小行动。这些步骤非常简单，你今天晚上就能开始。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法。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不要滑手机，不要看电视，安静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深呼吸，在脑海里把今天遇到的人、发生的事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如果你今天对老伴发了脾气，或者在心里怨恨了哪个不听话的晚辈，请你在心里默默说一句，这都是因缘和合，我放下了，把白天的怨气和不甘心通通卸下来，不留过夜的怨，带着清净的心入睡，你的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第二个行动，不留隔夜仇的说话练习。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吃苦过来的，性格比较硬，最不习惯的就是道歉。明明心里觉得对不起，嘴巴上却死不认错。从今天起，我们练习柔软的说话。如果跟家人起了冲突，试着在睡前轻轻拍拍对方的肩膀，说一句，今天是我口气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解开一个可能会卡在喉咙里的死结。不要把今天的怨带到明天，不要把这辈子的恨带到下辈子。第3个行动，放下执念的微断舍离。很多人家里堆满了几十年舍不得丢的旧东西，那个舍不得其实就是一种贪和执着。明天早上起床，试着去清理一个抽屉，或者丢掉一件3年没穿的旧衣服。当你在清理外在空间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在清理内心的负能量。每丢掉一样没有用的东西，就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又放下了个负担。空间空出来了，清净的福报才能进得来。这3个小小的行动，就是我们清算生命债务、积累家族福报的最好开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讲了情债，讲了血债，也讲了放不下的金算盘。其实人生在世，谁能无过？我们这辈子为了生活，为了家庭，跌跌撞撞走到今天，身上难免沾染了灰尘，心里也难免结下了几个解不开的疙瘩。我们总以为自己做错了事，老天爷就不会原谅我们了。但也请你相信，老天爷是最慈悲的。佛法常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个岸不在天涯海角，
就在你一念之间的放下。过去的错，我们真心忏悔；过去的委屈，我们学着释怀。不要再把那些沉重的包袱压在自己那已经不再年轻的肩膀上了。你的灵魂值得拥有真正的轻盈与自由。当你愿意在心里说出一句“我原谅你了”，或者“对不起，我错了”的时候，你身体里的每一寸经络都会为你欢呼，那口气自然也就顺了。你留给这个世界的不再是纠缠不清的怨气，而是温润如玉的慈悲。这份慈悲就是你留给子孙最好的传家宝，也是你未来走向另一个世界时最明亮的指路明灯。各位朋友，相遇就是缘分。今天我们在这里结下了善缘，我希望这份善缘能够化作一股温暖的正向磁场，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平静的夜晚。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想念的人，有想要忏悔的往事，或者单纯想要为家人祈求平安，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愿家人平安健康，也可以写一句简单的阿弥陀佛，或者我愿放下一切执念。让我们的留言区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清净能量，把这份祝福回向给十方世界，也回向给你自己。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的心灵有一点点的启发和安慰，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一起探讨生命的智慧，在修心养性的这条路上越走越宽广。感恩大家的陪伴，祝愿每一位朋友身心安泰，福寿绵长。我们下次见。